白小姐，咱可是有日子没见了。我听说你在报社干的是风生水起啊。哎，没那么夸张。我们这次来是想进一步了解一下电车案的情况。好啊，尽管问，知无不言。客气点儿。再拿一个就是了。抱歉啊，这人脑子好像进水了。你脑子才进水了。我听说之前贵公司跟华康电车闹过一些不愉快。做生意就是合作、竞争，愉不愉快其实不重要。我看过账，曾经有一段，东海电力对华康电车的供电价格会远高于正常合约电价。是，你连电都用不起，你还做什么生意啊？工部局是批准了之后，我才给他提的价，完全合理、合法又合规的。是这样，我在华康电车的提案上面看到过，您曾经想要收购他们。没错，确实是这样。我当时很有这个意向。你要知道，当时他们经营不善，资金又没有，我这儿资金又充足，电的价格又便宜。哎，当时他们要有这个远见跟我合作，100%是双赢，没谈成。那现在华康电车出事儿了，已经变成了一块烫手山芋，现在收购还来得及。你这是给我挖坑的。陆先生，借个光。哎，等一下，这个是什么人？路人在苏州河边发现的。那需要验尸吗？不需要。这种情况，没人认领，回去登个记，然后火化。这也太草率了吧！你知道上海滩一天死多少人吗？如果每个案子咱们都这么细查，人手再多100倍也没戏。这个人必须验尸，现在就验。死者的头部遭受过重击，面部也被利器割伤，血液中钠钾严重超标，腹部还有未消化的坚果和葡萄干，手足处均有被捆绑过的痕迹。他的衣服验了吗？还没有呢。验一下。我在他的身上闻到一股很熟悉的气味，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好的，我尽快哈。小雨，要这个吗？呀，你怎么还没走啊？怎么了？电车案没破，你还有心思管别的？这个死者跟电车案有关，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们在现场闻到一股怪味，这个人身上有一样的味道。毛三儿啊，你认识？小混混，好色又好赌，每次赌输了就拦路抢劫，抢到钱回去再赌。又宁因为他写过一篇文章，让下夜班的女工注意安全。夜班女工，这哥们儿应该是看到了什么，才被灭口。听说你跟毛三很熟。你谁啊你？巡捕房呢？这乔四爷，乔探长，说吧，最后一次见毛三什么时候？这个月初5。案发你。具体时间呢？哎，那天凌晨我输光了，我刚出来就碰到毛三，他春光满面的，我问他是不是发财了，他说是。之后第2天还以为我都把大的，之后我再没见过他了。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呀？
哥，我没跑啊！哥，我啥也没干，我说，我之前偷辆自行车，借给毛三骑了2天，等还我之后我再没骑过了。车呢？叶下珠，叶下珠，那是什么呀？一种常见草本植物，泥土里有不规则的侵蚀颗粒，碎到这种程度应该是这儿的。上海周边只有佘山有一个侵蚀矿场，走吧。现在？白佑宁答应我，只要破案他就搬走，赶紧的，时间不等人啊！接着举着去。啊？我这都陪你在这矿场找了1晚上了，到底有没有发现？别急嘛，毛三肯定来过这儿。话说你就那么讨厌佑宁啊？你不烦他呀？佑宁吧，虽然性格和脾气有点怪，但心肠很好。你忍他是因为白老大。你还不了解他，以后接触时间长了，慢慢就能接受他。放心吧，不可能。那是什么？看看去。哇！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呀。电车找到了，女工可能也在附近。小心！陆遥，人都解决了，别藏了。我在这儿。过来，没事的。谢谢你救我一命啊！本能。哎，不，我就是出于一种保护钱包的本能啊！好，行，那以后我就是你钱包了。江湖道义，我肯定有恩必报。那这样吧，不如你现在就报一下。现在？你不是说有恩必报吗？这报。好，报，来，报。干嘛呢你？你不让报的吗？我说的是报答的报，谁让你报我了呀？那你不想清楚？你们几个在后山搜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余党。大个带队找一下女工，一个都不能少啊！是。回去吧。找到了，所有人都找到了，都找到了，一个都没少。阿德，带他们回去做笔录。走。行，完事了。你呢？结账。你搬家。完事了。这人刚找的，车怎么来的？谁弄来的？都还不知道呢。这事儿有这么重要吗？废话。你知道我是谁？吴天鹏，东海电力总裁。乔四爷，吴总裁，我们这次不请自来的原因，
你应该清楚吧？我还真不知道。消失的电车和女工，我们刚刚已经找到了。恭喜啊！你派去看守电车的人已经招了，说这起案件的主谋就是你。我是主谋。那你说说看，这么大一个电车，我是怎么给变没了的？这太简单了。案发之前，电力公司借口维修电路，在那个3岔路口多布了一条临时电缆。当晚，你提前布置了大量人手，在指定位置铺设了大量的干冰和烟饼，并且临时架设了一条软木轨道用于走车。电车开到附近时，你们给电路断电，车体失去了动力，凭借着惯性运动到指定位置。电车停下以后，你们点燃烟饼，车厢里的女工发现不对，放声尖叫。此时，你的手下上车把他们给控制住了。同时，有人向干冰泼热水，产生浓雾，铁轨周围的地面因温度急剧变化而开裂。此时，人造的大雾包围了车体。之前埋伏好的手下立即给电车变道，手动把电车推进那条软木轨道。随后，电边接上之前布置好的电缆，悄无声息地离开。之后，你们在某处把车体拆成了零部件，随后运到了矿场里重新组装。在烟雾散去之前，你们一边制造怪异的声响，一边忙着拆除临时的轨道，布置脚印。你们想利用恐龙的脚印，把线索引到酷爱恐龙化石的英国人乔治身上，只可惜那些化石上沾的都是一些陈年老血，时间上对不上。你费这么大个劲，到底图什么？当然是为了赚钱呀。他故意制造恐慌，想让电车公司的股票大跌，然后再低价收购。可他没想到的是，人家早就买了保险了。我这听了半天，好像你们这些都是猜测吧？3年前那个触电事件，也是你干的吧？还有相关律师、媒体，都是你暗中指派的。啊，还有这次家属游行，还是你组织的。能不能拿出点证据啊？啊，吴老板，其实呢，劫车事小，但是你不应该杀人。哎呦，你们这故事可编得有点过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样杀人。我之前来过这儿，当时茶几是玻璃台面，窗帘是绒布材料，茶几上放着雪茄专用烟缸。我第2次来的时候，发现茶几换成了大理石台面，窗帘也换成了这个。茶几上的烟缸从有凹槽的雪茄烟缸换成了普通的，而且地毯被清洗过，屋内一股清洁剂的味道，跟白小姐用的牌子一样。哦，之前我偷吃过一块你的切糕，特别好吃。然后，我们在毛三的胃里发现了尚未消化完的葡萄干。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也来过这儿。当时，毛三在3岔路口守株待兔，准备抢劫下夜班的女工，偶然发现了你们的行动。他身上的硫磺味儿也是这个时候沾上的，于是他就骑车跟踪你们到矿区，随后来敲诈。给不给吧？给个痛快话。给过来。你就是在这个屋子里用雪茄烟缸将其砸死，血迹喷的到处都是，所以你不得不换了茶几，换了窗帘，最后再洗了地毯。你们这都只是猜测，你并没有实证啊。那这个你认识吗？当时橙子滚到沙发底下，我伸手去捞时，衣袖上沾了烟丝。死者头部的伤口混有雪茄烟丝，
经过化验，正好是丹纳曼皇家玉质，全上海就只有你这儿有。验尸官会证明你的罪行。你们这是诬陷，我必须找我的律师。那我倒要看一看，整个上海滩有谁敢给你辩护？终于结案了。你结账，你搬走。出锅了。尝尝。没钱。没事儿，我请你，就当给你送行了。你真想赶我走啊？你不会要反悔吧？你自己说的，办完这案子你就搬走。可是我房租都已经交了，房东不会退钱的。那你爹是白老大，你要钱谁敢不给啊？那我们之前都已经签了合同，按法律规定，房东就是可以不退钱。我总不能叫人打他吧？要不这样吧，你给我半年房租，我马上搬。你，哎呀，别气啦，你不觉得吗？咱俩其实挺有缘的。少来这套，别去。哎，你刚说要请我试试的。手艺不错啊，罗宋汤会做吗？我更喜欢那个味道。佑宁还没搬呢，暂时搬不了，那公寓各方面条件都挺好，而且房子也不贵，所以孤男寡女的同处一室，成何体统？他是想气死我吗？但我觉得佑宁现在状态挺好的，每天生龙活虎，跟打了鸡血一样。要不您看看再说呗。路遥人品怎么样？贪财啊，但不好色，至少我觉得对佑宁是没什么兴趣。我女儿那么漂亮，他都没兴趣，他是想死吗？没兴趣还不行，有兴趣您不得担心死呀？我跟你说啊，派人盯了他们俩，如果那个小子要敢对佑宁出手，直接咔嚓喽。那如果佑宁对他出手呢？也咔嚓喽。您这不是？I didn't expect the Chinese to be so ruthless, killing and kidnapping to annex my company. We cannot just let them go around committing crimes anymore. However capable they may be, just be patient. And know, sooner or later, this Mr. Bai will have trouble. And then, I will show them who are the real owners of this concession zone, right? 好了像真的一样，天天加班。侬讲啊，有啥卵用啊？天天辣盖吹牛，像搿种人啊，也可以提升科长，死他吧！沈科长，沈科长，开门呐！开门啊，沈科长！没有钥匙，都在沈科长身上呢。我们没有啊，快点！厅长，他为啥要自杀？放屁！他自杀能把自己脑袋砍下来？对啊，怎么办？慌个屁！没救过死人。方梅，保护现场。是。啊！
我在上海待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敢偷九叔的东西。我没偷，不是我偷的。年纪轻轻的，可惜了。来过来！放家伙！有人在场的，放家伙！周四，连我的人你都敢打？打的就是你的人，让开！我让你让开！我现在就职于公共租界中央捕房，以后叫我乔探长。这次我来是来处理一个人口失踪案。赵小文是你吧？对，是我。松毛，跟我走。他可是偷了九叔的玉戒指。萨利姆，既然身份变了，就不能按老一套来办事儿了，把他关进捕房，按盗窃罪处置。探长，有案子，杀人案。您知道我昨晚几点才睡的？你几点睡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赶稿子啊，大哥。所以呢？能不能拜托你再让我多睡一会儿？算我求你行不行？我下午还有采访，我真的很需要休息啊。我也不想打扰你，可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感觉到音乐之神在召唤我，我现在手也痒，心也痒，根本就控不住。我看你是皮痒吧？哎，你要是敢打我的话，我马上就可以报警哦。拉不拉姐？拉不拉？不，就你拉，就你欺我，就你欺我！救命！杀人！哎，对这种人你绝对不知道。怎么又是你？阴魂不散。有正事儿啊！我长话短说，死者沈大志，淞沪警察厅闸北分厅护政科科长，死亡时间昨天晚上10点左右。死因呢？目前呢还不明确。死者右手握枪，天花板上有一个弹孔，但身上却没有，头部几乎被砍断了，而且案发现场门窗都已反锁，没有任何人进出。漂亮，密室杀人案呢？罗先生，开个价吧。No， 这单我不接了。为什么呀？巡捕房在租界，警察厅在华界，政商关系错综复杂，两头掐得厉害，我可不想淌这趟浑水。对啊，华界的案子为什么让租界巡捕房调查呢？分厅的厅长呢是老爷子的门生，老爷子让我尽快处理，不要影响他的仕途。一个门生能干到厅长，你们家老爷子没少花钱呀？对，花了不少钱，所以啊，让我尽快破案，只要能保住他的位置，价钱好商量。哎，大家都是兄弟，谈钱多俗啊。但是你这个表，我这表呢是我朋友送给我的，如果你喜欢，帮你订一块，1个月就到。啊，这样啊，那算了。
别说这块表做工真的没得挑，男的送的女的送，以后有这么大方的朋友，给我也介绍来。Good morning, sir。摸你个头啊 ！Watch your mouth。你咬我呀？啊，这不是咱地盘，稍微收敛一点。哪位是乔探长？我就是，说下情况吧。昨晚10点，我们听到了枪声，第一时间冲了进去，发现沈科长死在屋里。10点还没下班，够辛苦。是啊，最近事儿多，这一周沈科长经常加班，深更半夜才回家。尸体呢？这边。这边请。案发前后有发现其他可疑的人吗？没有。当时天很黑，要是真有人逃走，那也不好说。不可能啊，有人守着门呢，而且沈科长那间屋里外门窗都是关的，不可能往外逃啊。尸体动过没啊？没有，通知巡捕房以后，厅长让我封门，保护现场。到了，里面请。哇！最新款的留声机，全球限量100台，这个。哎，这个声音真的是听得我耳朵要酥。看一眼尸体去。我看过了。你该不会是晕血了吧？我解剖课满分。那你看呀。能拍照吗？你说呢？偷拍也不行啊。没有破案之前，任何线索不得见报。再说这种断头式照片，你也敢登报了？哇，脸色不大好啊，是不是不太舒服啊？某人不是号称解剖课满分吗？太久没上解剖台，有点不适应。走吧。来。那个科长，颈部的伤口十分的光滑，手起刀落没有一丝的迟疑，看刀口，应该是高手干的。刽子手，你又知道了。你出门没戴眼镜？刽子手连环杀人案，民国4年，10年前的旧案。死者手里有枪，天花板上有弹孔，感觉像是发现了天花板上有什么东西，举枪射击的同时，瞬间被砍断了。天花板上能有什么？鬼咯！啊？你也这么认为？否则呢？苍蝇、蜜蜂、蚊子、小鸟，也不可能在警局里开枪吧？这个鬼，你也见过？那倒没有。但我听说沈科长10年前抓到了刽子手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才当上警员的。之前他就是个巡逻的。那你把情况介绍一下吧。民国初年，那会儿不是刚把斩首取消了，有个松江的刽子手叫王一刀，在家闲着没事干，手痒，就连着杀了好几个人。后来被巡夜的沈科长拿下，处决前，王一刀在刑场上放话，说将来还会还魂回来报仇。这事当时闹得特别轰动，还上过报纸。10年前处决，现在才还魂，看来这地府比咱上面还忙。你也信这个？你觉得沈科长为什么突然想起来看卷宗？肯定是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行了，别一天神啊鬼啊的，胡说什么？哥，别忙了，待会儿走了就。哎，老爷子身体还好吧？啊，挺好的。
哎呀，兄弟，给你添麻烦了。没事儿。你说这案子也够邪门的啊！发现尸体的时候，里外门窗都反锁了，门口还有警卫，楼道里还有我跟警员，绝对不可能有人从这屋里跑出去。按门按道检查过吗？绝对没有。哎，要不你再派人再仔细检查一下。老爷子交代我，说这个案子必须得破，绝对不能耽误你的仕途。哎呀，还是老爷子对我好啊，兄弟，让你多费心了。倒是自己人嘛。这个风扇很可疑啊。怎么说呀？如果身形足够小，应该能从扇叶钻出去。不可能。为什么？昨天晚上进来的时候，风扇还是开着的，后来我觉得房间阴气太重，才给关上。所以说嘛，我觉得这次很有可能是恶鬼索命，是吧？我们私底下全都这么认为。回去赶紧跟哥儿几个说一下，横死的人啊，怨气最重，赶紧去庙里求几个护身符，特别是平日里跟他有仇有怨的这种人，最容易被恶鬼缠上。赶紧去，啊！你到底想干嘛？经过这一轮勘察呢，我认为这个房间里最可疑的就是这个留声机。嗯，可疑在哪儿啊？你看啊，这个办公室的装修风格很土，毫无品味可言。可是这个留声机，据我所知，全上海不超过3台，而且它听勃拉姆斯。勃拉姆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啊，就说了你也不懂。总之啊，推理过程中任何与死者身份不符的证物都是线索，所以这个留声机啊，我必须拿回去好好研。少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我警告你啊，不要阻挠我办案。这台留声机呢，是我们家老爷子送给厅长的。前2天副市长过来视察，怕影响不好才放着。这些都是托词。来，过来办公室。大哥，这案子真的很重要。我知道呀。要不这样，你把案子破了，我代表厅长把这个送给你。真的假的？真的呀，自己破案去。那这些个唱片啊，都送你了。手起刀落，没有一丝的迟疑。沈科长10年前抓到财环杀人案的凶之前，他就找寻王一刀。密室杀人案。王一刀在现场上说，将来还会反腐府兵来报仇。想到什么来了？会了。干嘛呀？刽子手杀人案呢。然后呢？跟案件相关的卷宗你不看吗？我有阅读障碍，字一多呢，我就头晕想吐。没关系，我给你讲。民国初年，斩首改枪决，人称王一刀的刽子手失业后无所事事，日日买醉。民国4年1月3日深夜，王一刀在酒后偶遇一侥幸脱罪的杀人犯，言语间与犯人发生冲突，王趁着酒意将对方拖到阴暗处，一刀斩杀。案发后，王一刀迅速被锁定为凶手。然而，在追捕王一刀的过程中，接连发生了2起斩首命案。由于此案迟迟未破，引发了市民恐慌，警局巨额悬赏王一刀。随后，在王一刀2月5日再度作案时，被一个临时巡警在香满楼门前抓获。被捕后连夜审讯，王一刀对杀人罪行供认不讳，毫无悔意。次日深夜，对他执行了枪决。也就是说，他是在杀第4个人的时候被抓的。确切的说，是在抛尸的时候。诶，发现了什么？第一个是侥幸脱罪的杀人犯，第2个是刚刑满释放的惯偷，第3个是鸦片贩子，
第4个只是个教书先生，这前3个死者都有案底，第4个没有。我看看。案发当晚，王一刀从相好家中出来，偶遇了教书先生，两人发生肢体碰撞。王一刀觉得被冒犯，当场将对方斩杀。前面3个罪犯都还挺正常的，第4个有点蹊跷。有没有可能是杀红眼啦？前3起呢是谋杀，用大刀斩首；最后一起呢冲动杀人，用小刀刺穿心脏。虽然都是用刀，但杀人手法不一样，而且这个卷宗行文也有问题。怎么说？白大小姐，你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怎么对文字这么不敏感？你少废话，到底哪里奇怪了？你看啊，前面3起呢都是第3人称的客观描述加上第1人称的口述，其中占比大概是3比1。到了最后一起，基本上就没有了第1人称的口述，全是第3人称的客观描述了。也就是说，第4起是被栽赃的。我可没这么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严刑逼供。前面3起呢，罪犯还算清醒，还能够供述。到了最后一起，他已经撑不住了，上面又给了压力，就记他头上了。但这算违法呀！杀1个是死，杀4个也是死，只要他认了第1宗，后面结果都一样。那这些案子，在法理上是有瑕疵的。那个年代，想要在上海找到一件没有瑕疵的案件，也很难吧？哎呀，怎么有线索了？没有啊。那你出去吧。问你个事儿，10年前刽子手杀人案里那个被杀的教书先生，现在还有没有能联系上的新小人？他跟这个案子有关吗？这你就别管了，最好是被杀当天接触过他。行，马上撒了你去查去。这什么破纸啊？没办法，现在卷宗太多了，为了节约成本，我们都用这种工业造纸。这种纸什么时候开始用？民国初年吧。那你看看，这个是警察局的纸。看纸质，应该不是吧？可这是死者桌子上面。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科长的卷宗不是真的，是有人造了一份给他的？聪明。那谁会给他一份10年前的卷宗？凶手呗，不然还有谁？你怀疑跟教书先生有关？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抓紧查哦。等会儿，怎么了？我的拍个笔。借我玩2天吧。等你消息哦。你别给我卖了啊！是，您放心，这案子我们很快就查清了，家属已经安抚好了，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好。哼，怎么又来了？回到案发现场，感受会清晰一点。有眉目吗？算有吧。怎么说？等我想明白了，写一份报告给你。您跟沈科长关系怎么样？还行吧，他也算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那他人怎么样？人缘还不错，就是业务能力差一点，毕竟没怎么读过书嘛。可10年前那个案子，他可是立过功的。他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办过一件像样的案子，整天稀里糊涂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听起来，您对他不太满意啊？嘿，上海滩，对他满意的人不多。陆先生，朝田长找你。
厅长大人，回见。哎，兄弟，等案子破了，多报2门戏费赏钱。OK。Our informant at the police station said that Leon talked to the director for a long time and stole the director's pen and the gold-plated button in his pocket before leaving. Do we call the police to catch him? Then they'll find our plan. If we want Bai Lao Da, we must take him down at once. 幽宁查出来了，教书先生被杀当日跟同事说，要去长滩堂给一个青楼女子赎身。教书先生这么有钱，教哪个方面？省吃俭用不行，只不过当天还没到呢，就被王一刀给杀了。那个妓女呢？这不正在查吗？这种小事让省会查不行，还用得着咱们亲自去啊？长滩堂的女孩，道行深、见识广的，一般人还真问不出来。妓女，道行能深到哪儿去？你试试去啊！任何人，只要说话就有破绽，只要有破绽，我就能找到。对不起啊，不知道呢。你再好好想想，10年前那个案子很轰动的。抱歉，我真的想不起来。不可能，你是这儿的元老，一开始你就在，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我平常很少看报纸的呀，也很少出门了，不知道很正常吧？那你总应该听客人提起过吧？客人聊的都是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这不吉利的事情聊它干嘛了？脑子瓦特了。行，你要再不跟我说实话，我把你抓回去，严审。好啊，那我收拾一下跟你回去呗。如果你审不出来的话，咱们报纸上见吧。不是，姐，坐，我开玩笑的。来，吃水果。先生还有其他事儿吗？如果没事儿的话，我就准备化妆见客了。等一下。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倒是想起来了，你说的那个案子，我还是有点印象的。那个教书先生之前跟谁好来着？叫晚清。他现在在哪儿？对不起，不知道。行，我不问了。你爱说不说。哎，我们着急回去。啊，原来如此啊！都听见了，那行啊，那案情你清楚了。他到底说什么了？你不都听见了？我装的。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他说啊。和教书先生相好的那个晚清认为，人不是王一刀杀的，他还去警局闹过几次，后来不了了之了。没过多久他就赎了身，据说现在混成了名妓。那他不都赎身了吗？怎么又做回那个？记者的记。不会吧？从妓女到记者，这跨度也太大了吧？青楼女子，自幼受教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改行写作的话，应该不难吧？那在哪个报社？不知道。那怎么查呀？30多岁，入行10年，还是个女记者，整个上海滩也没有几个。这种事情，问问报业的人就知道了。哎，等一下，你到底跟那个女的说了什么呀？凭什么她什么都告诉你？那你觉得，像她这样30多岁的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哎，是客人呐，动点脑子。我不是不让你进厨房了吗？这锅有问题。那你人没事吧？过来。坐下。这油也有问题。看个爽。不是谁让你动我油的？你知道这什么油吗？这是意大利手工初榨的橄榄油，你知道多少钱吗？手都烫伤了吧？能不能小心点啊你？还疼不疼？没事，不疼。可是我心疼啊！我那瓶橄榄油，多少钱赔你就是了。有钱也买不到的呀。那你到底想怎么样？怎么那了不起啊？行啊，少吵吵两句行不行？时间紧，任务重。刘宁，赶紧回忆一下，上海除了你还有几个女记者？跑哪个口的？社会还是娱乐？都行。没有。10年前从业的呢？真没有，这行那么苦，即使女生有兴趣，也扛不住工作压力。坚持10年，几乎没可能。也不一定是记者，什么专栏作家了、主编了、主笔了，干新闻行业的，上海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女的吧？行，你自己找呗，干嘛问我？那几百家报社我怎么找呀？您不是著名侦探吗？这点小事儿难不倒您吧？要说女性撰稿人，还真有一个。谁啊？据我所知，这是个女性。程曦，申报的撰稿人，此人文笔犀利，针砭时弊，字迹娟秀，用词浅具，一看就是个女的。程曦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第4个死者梁文彤，字晨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是在8年前开始写专栏的。10年前离开长三堂，读了2年书，然后8年前入行，又跟死者同狱。就是他了。哎，你俩去哪儿啊？跑车。抱歉，我们作为媒体，有义务保护撰稿人的真实身份。他涉案，你是在保护一个犯罪嫌疑人吗？涉不涉案我不知道，但如果他是犯罪嫌疑人，作为你们巡捕，难道不应该拿出犯罪证据吗？你知道我是谁吧？当然，租界的乔楚生，乔探长，大名鼎鼎，如雷贯耳。那你也应该知道，进巡捕房之前我是做什么的吧？知道。如果乔探长想动武，在下一介书生，绝无还手之力。可是，明天的头条，我不敢保证会写成什么样，或者，您干脆把这报社也烧了。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不是，不愿意说算了啊。那个，告辞。行。现在走了，他肯定会通知对方。如果对方躲了，线索就彻底断了。放心，断不了。这什么？稿费支出单啊，上面都有地址。这就在他办公桌上。你出门都不戴眼镜的吗？屋里有点乱，随便坐。哇，好多绝版的书啊！《梅堂之夜》出版的《羊脂球》，还有莫泊桑的签名，《人间喜剧》，万历年间的《水浒传》，这多少钱啊？不好意思啊，这人脑子有点问题。没事儿，爱书之人嘛，看见好书，难免有点兴奋的。程曦先生，
您就是晚清吧？已经很多年没有人这么叫过我了。您一早就知道我们会过来。当然，卷宗上的记号那么明显，只要看到，不起疑也会很难吧？接下来再查查跟死者相关的人，不难会找到我。那您什么时候把卷宗送过去？我没有亲自登门的习惯，我是寄过去的。那你怎么能确定沈大志会在临死前把卷宗放在桌子上，从而引起我们的怀疑呢？他把卷宗放在桌上？是啊，死前还在看卷宗呢。他怎么死的？真不清楚啊。按你的意思是说，我把他给杀了，再把卷宗放在桌上的？你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是，这桩命案与您无关。案发当晚，他在圣玛利亚医院打点滴，时间是晚上8点到凌晨1点。你怎么知道？桌上有病历，他急性肠胃炎。从复位单上来看，时间还有药物剂量，至少要持续5个小时。那你怎么能确定是他打的针？他手上有针孔啊！乔探长，你今天出门又没戴眼镜。如果你们还不信的话，可以去医院调查。现场有很多证人，医生、护士、病人，足足有几十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暗中调查当年的案件，最终你发现，杀死梁文彤的不是刽子手，而是已经晋升为科长的沈大志。没错。这么多年来，幸亏长山堂的姐妹帮忙，终于让我找到一个在案发当晚见过沈大志的人。据他说，王一刀当时醉倒在地，根本没有能力杀人。你的意思是沈大志杀死了你的爱人，然后再嫁祸给王一刀？一开始我也只是猜测，可后来不止一个姐妹告诉我，沈大志当年因为不识字，在巡逻队很不得志，时常流连于长山堂，并在喝醉后经常辱骂读书人。那晚梁先生来替我赎身的时候，就是撞见了醉酒后的沈大志，才亮发了血案。这也只是你的猜测吧？事实也好，猜测也罢，当晚我寄给沈大志的卷宗时，还给他留了一封信。我告诉他，如不认罪，我便将此事登报。结果当晚他便死于非命。你说，他这不是心怀鬼胎，恶有恶报吗？程曦真的没有犯罪嫌疑啊？有人证啊，大哥。或许他买通了当晚的医生和护士。几十个人证呢，你买给我看看。就算不是他亲自动的手，这个案子也肯定跟他有关系。为什么？直觉。相信我，他提到沈大志的时候，眼里那个杀气，我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有犯罪动机，也不代表真的会犯罪。况且真凶是不会把线索往自己身上引。去哪儿啊？香满楼啊。去干什么？10年前王一刀在香满楼前面抛尸被捕，故地重游喽。你是想蹭宵夜吧你？干嘛呢？装修可以啊，老板挺阔呀。乔探长，您来了。哎呦，今朝哪能闻到女朋友到打得来了？他有几个女朋友？这位小哥，您是？我是他男朋友，免贵姓陆。哦，陆兄弟，您好，您好，您好。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们这次来呢，是要打听一些10年前的案子。10年前那个案子是哪桩案子呀？10年前，你们店门口有个刽子手被抓了。店门口10年前，哎，探长，
你能不能提点醒啊？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10年前，2月5号。难怪嘛，难怪嘛！我们香满楼在10年前的2月6号开张，上午10点挂牌仪式，白老爷子也来了，还送了花篮，天大的面子，我记一辈子了。日子没记错吧？这哪能记错呀？那年的2月6号，腊月23，这是我专门请大师给算出来的，黄道吉日。哎，行，我们知道了。这样，你下去给我们俩备点宵夜吧。今天你们有口福了，刚到的晋江刀鱼，我请后厨包了一点小馄饨，待会给你们送上来尝尝鲜啊！哎，稍后啊，稍后。有点意思啊。想到什么了？没有。哦，你那个派克笔漏墨，我想修一下再还给你。送你了，快说吧。根据卷宗显示，2月5号晚上，王一刀杀人，在香满楼前面抛尸的时候被捕，然后连夜审讯，在2月6号晚上被枪决，对不对？没错啊。可是香满楼2月6号早上10点才挂牌，也就是说，在王一刀的口供里绝对不可能出现香满楼3个字。所以你的意思是，口供是伪造的？如果沈大志真的是谋杀焦叔先生的凶手，那么他想把罪名推到王一刀身上，只能够串通跟他一起的警察去做假的口供。可是当天晚上他们看到的应该是一个还没有挂牌、尚待开业的酒楼，但是为了让这个口供看起来更加真实详尽，然后他们又回来转了一圈。可是他们没想到，正是香满楼这3个字让他们露出了马脚。接下来就必须找到当年跟沈大志一起给王一刀录口供的警察。你干嘛去？查档案去。吃完再查不行吗？哎，尝尝，性格的，咋样？啊？怎么样？检查了夜的档案，怎么样？有眉目了吗？有了。太好了，说说。 10年前和沈大志一起审讯王一刀的人，是你吗？你什么意思？找你还挺费劲儿的。我们查档案发现，警局不久前着了火，烧毁了一批旧档案，包括10年前的。还好乔探长人脉广，找当时的老警察打听了一圈，才知道是你们2个一起审。你也正是从那个案子起，才开始飞黄腾达的吧？没错。然后呢？然后我们怀疑，10年前是你杀了教书先生，随后与沈大志一起栽赃嫁祸给王一刀。我没听错吧？别紧张，目前只是怀疑而已。老爷子知道吗？啊，结案之后我会亲自跟他说的。老爷子让你来帮我，你却让我背黑锅。好，我倒想听听，我怎么就成杀人凶手了？来，你请坐，坐嘛。10年前，王一刀连斩3人，你奉命缉拿，在香满楼附近查到嫌犯的踪迹。在追击过程中，你与犯人发生肢体冲突，随后误杀了赶往妓院的教书先生。
王一刀的巨额悬赏和转成正式警察编制做条件，买通了在此巡逻的沈大志。随后，你和沈大志连夜审问王一刀，趁对方宿醉，一鼓作气让他认了前3桩罪名，并把误杀的第4人也栽赃到他头上。一石二鸟，你升官，沈大志发财，玩得真漂亮。这话说的，你得讲证据。10年前的旧案，你们以为从此了事，可没想到10年后，那个教书先生的相好，那个妓女，寄了一份卷宗给沈大志，逼他认罪。老沈呢也是个老实人，直接就被吓懵了，想找你来商量对策。您倒好，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他杀了灭口。精彩，真精彩！你这是在探案呢，还是在写小说呢？昨天的情况咱们都知道，完美的密室。我请问，我怎么杀人？嗨，那种小戏法糊弄糊弄白痴还可以，能不能好好说话啊？案发现场被定为密室，前提有3：门反锁、窗反锁、风扇转动。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出口。而且根据昨晚在现场的警员讲，他们撞入房间之后检查了门锁和窗锁，而且都亲眼看到风扇在转动。什么意思啊？那风扇转的时候人怎么钻过去？这就是一个小小的障眼法而已。凶手提前做了2件事，在窗帘下露出的部分放置了一面镜子，在其对面的视觉死角放置了一扇通电的风扇。因此，凶手可以从被窗帘挡住却没有通电的风扇穿出，而进入房间的人却会误以为风扇一直在转。这种招都能被你想出来，可见你当时真的是很慌。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我就是凶手啊！我还没说完呢。案发后，整个院子都没有人再进出，说明凶手就隐藏在警局里。你逃出房间，再混入1楼大厅，假装跟大家同时听到枪声。早上警员告诉我，他关了风扇。那么，请问在案发后我们到来之前，能够取回风扇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呢？我还是那句话，证据。再精明的罪犯，也会在犯罪现场留下蛛丝马迹。请。不信你们试试啊，绝对能爬出去。确实是啊，只要风扇不转，稍稍用力，扇叶就会被挤弯，爬出去绝对不是问题。我可是跟其他人一块儿从大厅上来的。你那个可算不上不在场证明。你从这儿跳下去，然后跳到1楼的花坛里，然后再溜回大厅跟其他人碰头。而厅长呢，假装刚下班的样子，必然也会穿着警服。可他这身警服上，是不是少了点什么东西呢？少了个扣子。这衣服旧了，掉个扣子有什么好奇怪的？是没什么奇怪的。不过我还知道，你这颗扣子到底在哪？得罪了。扣子掉了。自然放到袋子里，这能说明什么？扣子当然不能说明什么，可这颗扣子上面有一根红色的小线，这个是我系上去的。在你办公室的时候，我看到这颗扣子特别好看，所以就把它割了下来，然后放在了电扇下面。只有凶手才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留下什么线索，然后你就把扣子藏起来。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聪明反被聪明误。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出生，看在咱们是同门的份上，我以前也帮过你。哥，我穿的是警服啊。好，请转告老爷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帮我拿着唱片。这个案子破案效率够高的呀。承认啊，承认。请坐。干嘛？要采访我呀？这个案子怎么破的呀？跟我详细说说。OK 呀。3块大洋。我稿费才多少钱啊？没关系，我不急啊，你攒够钱再来吧。行，我去找楚生哥问去。放心，这个案子的凶手是你们家老爷子的得意门生。这种家丑，除了弱智跟缺心眼，没人会往外说。你们这种还不能帮啊？女孩子家家的，读过书也不知道温柔体谅会一点，那你起码要矜持吧？你这样下半辈子都找不出去。好，我矜持，我矜持，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功夫，我才让他当了警长的吗？老爷子，他杀人了，证据确凿，我怎么放了他呀？你没杀过人啊？我没杀过无辜的人。这么些年，我手下亡魂的全都是江湖中人，没有一个普通老百姓。那如果您非要坚持，可以，我可以找一个人顶罪。但这个探长，您还是让我辞了吧。你干了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我还放过他，我以后还怎么面对我的弟兄们？哎，你这臭小子，这脾气还跟小时候一样，又拧又倔，一点就炸。你要是还不解气，就家法惩治，我认了。你又没做错事儿，我惩治你干嘛？闸北那边我自己想办法，你呀，就在租界给我踏踏实实待着吧。老爷的圣命。The Jabei police chief has pled guilty and been put to death. One of my people will fill his position. Mr. Bar's influence and power in China will gradually diminish. This is the right time. The tooth is pulled out. Although the situation is developing well for us, Qiao Shusheng and his followers, their investigation is very thorough. I'm afraid if it's allowed to continue, it will be no small disaster for us. Qiao Shusheng only understands brute force. Liu Yao was the key. Now, we need to deal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thing is, Liu Yao is from Cambridge. In Shanghai, there are many influential alumni. His family is also rich. And you think, with t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is manners, the way he operates, you really think he's going to mix with this rebel? “环境不错嘛 ，whisky。”好的。上个案子的尾款，你点一下。谢谢乔老板。钱够花吗？就维持个温饱。怎么不问家里要啊？查我底了？查了，给我吓一跳。那么殷实的家底儿，干嘛过得这么狼狈？我问你啊，钱跟脸如果只能选一样，你会选什么？我当然选脸呀。那咱们也算是物以类聚。那以后就常聚。
啥人啊？我求你了，你让我进去吧，你让我进去，我求你了！哎！你别过来！救命啊！有人吗？你别过来！有没有人啊？你别过来！有人吗？麻烦让一下，来记下。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天哪，这是……哎，等等，我还没拍照呢。回头再拍。这么多人，你注意分寸。那牙真的假的？我怎么知道？这可是吸血鬼啊！吸血鬼啊！记着刚说过，死者身份没经证实，你过失。青青到了。哎，不是你们干嘛呀？案发现场保存完好，你只有5分钟，赶紧看，赶紧收摊。那这不是验尸官要干的事儿吗？麻烦你把他嘴掰开。然后呢？你仔细看清楚一点，他一嘴尖牙，肯定不是人类。把我从家里绑到这儿的，才不是人呢。来，凌晨有一个女士被人跟踪，追了好几条街，最后到了案发现场。跟踪的人突然间自燃，火势迅速变大，瞬间死亡，而且现场有目击证人。被跟踪的女士呢？受了刺激，情绪非常不稳定。一会儿你问话的时候注意点分寸。我尽量。林江，你是？你不认识我了？陆遥，我也是康桥的。比你小2届，新生欢迎晚会上你还帮我带过胸花呢。三土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前阵子呢，跟我老爹闹别扭，现在只能自力更生了。最近呢，在帮徐母房子乔探长办案。哎，不说我了，你现在怎么样？你觉得呢？您是本案的目击者吧？看到什么了？跟我说说。我是新月日报的记者，放心，我会隐瞒爆料人身份的。友情报废。你知道吧？那个人啊是被烧死的。这个我也知道。那你知道什么叫见光死吧？见什么光？我跟你说吧，这个鬼啊，还没见到阳光的时候，他本来要出来吃人的，光打在他身上，轰的一下，鬼被烧死了。你说这个吓人吧？然后呢？然后就没然后了呀。你们这么快就收队了？你想继续再看看也行，我和三土要回巡捕房，跟证人再继续聊聊。等等，
我搭你的车。你又去哪儿啊？回巡捕房呗，不然去哪儿？找什么呢？茶，桌子上不有吗？那个太差了，你有好茶赶紧拿出来啊！我上辈子欠你的。快点，那么抠干嘛呀？喝点茶，压压惊。什么情况？说是康桥大学的师姐。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你干嘛那么猥琐？猥琐吗？不挺热情吗？你什么时候见他对女生这么温柔、这么客气过？那倒也是啊。你有什么要问的，尽快问吧。我下午还有病人。病人？我在红仁医院就职。哦，那离案发现场也不太远。昨天我上的是夜班，下班之后没走几步，我就感觉有人在跟着我。开始我以为是打劫的，后来才发现不是。怎么说呀？我把钱包扔给他，他根本就不捡，还是继续追我。你别过来，我把钱都给你。你别过来，有人吗？在弄堂里，我差点就被他抓住了。你能给我演示一下吗？我想知道当时的位置跟动作。大白天来这个果然霸气啊！这是哪国礼节啊？不管哪国礼节，反正他俩肯定有点意思。就是这样。哪样啊？我要是当时没砸到他的眼睛，我可能已经死了。那，你认识跟踪者吗？应该不认识。应该。他的脸上缠满了绷带，只露出眼睛和嘴巴，而且靠近的时候，我能闻到一种腐臭味儿，像是尸臭。而且他还有一口锋利的牙齿。这说明什么？有的人认为那是吸血鬼。你相信这个？科学没有证伪的东西，咱们也不能全盘推翻嘛。而且听说那个人还见光死，这不也是吸血鬼的特性吗？三图，你可是三一学院的学生，这些话要是让你的导师听见，他会怎么说？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他们也不待见。他跟我说过，在你那一届，你是最优秀的一个。做学问呢，需要有耐心的人，我这种人还是算了。哎，你晚上有时间吗？干嘛？贝当路开了一家法餐厅，味道很不错的。我还不知道几点下班呢，等结束了再说吧。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了，我送你回去了。不用了，你好好办案吧。这个事儿要是不解决，我都不敢上班了。哎，前女友啊？怎么可能？那就是以前暗恋过。曾经有过那么一丝丝喜欢。后来呢？怎么不追了呀？自卑。你还能自卑啊？他的理想呢是当居里夫人，可惜我不是居里。死者身材消瘦，指甲颀长，未烧毁的皮肤组织有紫斑，并且布满褶皱，全身呈病态。那组尖牙呢？在，如假包换。哎，你别动他了，小心刮着自己。你还真以为他是吸血鬼啊？即便不是上面有细菌啊，感染算谁的？死者的皮肤并无明显的水肿、充血以及炎症反应，内部组织也没有产生热作用呼吸道综合症的迹象，所以这说明他是死后被烧的。理论上说正是如此。